坐在车内如何判断车辆与周围障碍物的距离呢？特别是当我们经过窄路或者说窄路会车的时候，很多新手判断不好车辆与障碍物的距离，一个不注意就可能说发生剐蹭。那么今天暴弟就来给朋友们分享几个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到的小技巧，掌握以后，就算你是新手，也能轻松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剐蹭。说到这儿呢，有些老铁该说了，我开车判断距离都是通过车感去判断的。你说的没错，如果说你是老司机，你有车感，但如果说是新手，我们哪儿来的车感呢？只有通过后天不断的练习去提升车感。但在这期间，你没有一个小技巧没有些通过判断车辆的小技巧，那么你是避免不了剐蹭的。所以说我们新手还是需要通过一些技巧和点位去提升我们的车感。接下来暴弟回到车上来给大家去演示教学。首先第一个，当我们在窄路会车或者说通过窄路时，并且遇到车辆左侧停有车辆时，我们只需要看我们 A 柱的这个夹角。当我们的车辆 A 柱夹角在会车的过程中，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对向车辆一个完整的大灯时，也就是说对向车辆的大灯高于我们左下角的这个夹角时，那么此时两车之间的距离至少还有30公分，无论是轿车还是 SUV， 我们都可以一把安全的通过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此时我们车辆已经安全的通过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发生剐蹭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从后镜中看一下两车之间的距离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距离还是非常安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开门看一下。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个距离我们会车非常的安全，即便说我们的后视镜是突出车外的，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距离同样不会发生剐蹭。那么右侧会车时，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我们车辆与右侧车辆的距离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找一个这样的马路沿，大家看一下，然后呢将我们车辆右侧停在距离这个马路沿大概30公分左右。现在暴弟先停一下车给大家看一下。此时来看一下我们车辆距离这个马路沿刚好30公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距离大概就是我们会车时需要用到的一个距离了。我们停好车以后，记住一定要前后轮和这个路沿石平行。随后呢，我们上车去找一下，看看这个路沿石和我们车上仪表台的哪个点位相交，我们就做一个点位，它就是我们右侧会车30公分的安全点位。好，朋友们，此时我们回到车上以后，我们就保持正常开车的坐姿，往前去看看右侧这个马路沿和我们车上哪个点位相交重合呢？是不是就是暴弟现在手指比划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用一个这样的点位贴给它做一个记号。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这个点位和马路牙子是平行的状态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点位它就是咱们右侧会车时30公分的安全点位了。它不仅可以用来右侧会车，而且呢也可以用来靠边停车。下面暴弟来给大家用前方这辆车来实验一下，看看好不好用。好，我们让右侧这个30公分的安全点位去扫着前方这辆车走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右侧我们需要会车时，只要右侧这辆车它的底部的轮胎底部在我们30公分安全点位以外时，右侧时我们通过都是安全的。我们往前开。好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安全的通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距离是刚好30公分左右。我们看一下右侧的后视镜。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刚好30公分？这个会车的距离还是足够安全的。我们下车再看一下。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刚好30公分呢？只要你学会这个找点位的方法，那么我们通过任何的窄路，你都不用担心会剐蹭到。那么我们想要靠边停车，如何利用这个点位呢？很多新手判断不好咱们右侧车轮和这个路沿石的距离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说剐蹭到轮胎或者说轮毂。其实呢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盯住刚才做的这个30公分的安全点位，然后呢慢慢的向右侧去打方向，让这个点位扫着右侧的马路牙子走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已经扫着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慢慢的把车辆顺正顺直，因为此时我们车辆还是一个斜着的状态，慢慢的盯住右侧的后视镜，让我们的车身和这个路沿石始终保持重合的状态。好，慢慢的把我们的车身顺直顺平行。此时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点位是不是一直扫着这个路沿石走呢？好，此时已经重合平行的状态了。那么此时我们靠边停车也就停好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侧的后视镜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此时车身和路沿石已经是平行的状态了，对不对？并且呢，我们刚才做的这个点位也和前方的马路牙子也是平行的状态。我们此时靠边停车也就完成了。现在暴弟下车给大家看一下停车的距离。
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此时我们车辆靠边停车是不是刚好30公分，不会太远，也不会说太近，剐蹭到轮毂。第三，当我们行驶至红绿灯路口时，前方需要跟车行驶时，那么我们就盯住引擎盖的前边缘，慢慢的往前开。当我们的引擎盖的前边缘刚好和前车的后保险杠下沿重合时，也就是说刚好盖住前车的2个后轮胎时，此时就可以停车了。我们此时距离前方车辆大约2米左右。如果说前方车辆发生了故障，我们向左或者说向右一把方向都可以拐得出去，不会说剐蹭到前车，也不用说需要再往后倒车，对不对？大家看一下，已经安全的拐出来了。那如果说我们是在侧方位停车时我们需要停车，我们就不需要保持这么远的距离了，因为车位没有这么大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开。当我们的引擎盖刚好盖住前方车辆的车牌罩时，此时我们距离前车大约1米左右，这个距离我们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方向，只要速度慢一点，我们一样可以安全的拐出去。虽然说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听到我们的雷达已经响了，对不对？已经距离很近了，但是只要我们速度够慢，我们一样可以安全的拐出去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距离比较极限，但是呢适合我们在侧方位停车时与前车的距离使用。那如果说是停车时咱们车头对车头，那么就当我们的前机盖遮住前方车辆的车牌罩以后，好，就像这种情况，我们立马停车。此时2车之间的距离大约还有1.5米左右，需要出库时一把方向盘也能安全的拐出去，不会说剐蹭到前方车辆的车头。好，我们已经拐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非常的安全。第四，当我们转弯时前方是马路牙子，那么咱们就盯住这个引擎盖慢慢的往前开。当我们这个引擎盖刚好和前方马路牙子下沿重合时，此时我们的车辆距离前方大约3米左右，非常的安全。无论你是往左还是往右转弯，我们都可以一把安全的拐过去。大家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已经安全的拐过来了。那如果说你前方的路并没有这么宽，咱们前方距离并没有这么大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还有一个更加极限的距离。现在呢，暴弟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，我们倒回原来的位置，还是刚好我们的引擎盖和前方路沿石平行，对不对？那么刚才是这个距离，我们接着往前开。如果说前方路没有这么宽，我们盯住左侧 A 柱这个夹角。当我们左侧 A 柱夹角刚好能够看到前方这个路沿石的时候，此时就是我们拐弯的一个极限距离了，我们千万不能再往前开了。此时我们拐弯刚好可以安全的拐过去。朋友们来看一下那么如果说此时我们坐在车内，总是会感觉我们的车头已经压到路沿石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这个距离只要你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方向，我们一样可以安全的拐过去。现在暴弟下车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距离，它是不是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此时我们右侧的车头距离这个路沿石大约还有30-40公分，只要你把车轮向右打满，我们就可以安全的拐过来。现在回到车上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继续拐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旁边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安全的拐过来了，对不对？记住我们在左侧看到路沿石的时候，或者说墙面的时候，已经是一个非常极限的距离了。如果说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我们不要尝试这个点位。那如果说我们前方需要拐弯时有一台横放的车辆怎么办呢？我们一样盯住我们引擎盖的前边缘，慢慢的往前开。当我们引擎盖的前边缘和前方车辆车轮一半的位置重合时，也就是说不超过前方车辆车轮一半的位置时，此时我们向左或者说向右打满方向都可以一把安全的通过，因为此时我们车头距离前车大约2.5米以上。好，我们来实验一下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安全的通过了，对不对？切记我们的引擎盖不能超过前车的轮胎一半往上。第五，当我们向前停车时，前方是一面墙，我们如何判断车头和墙面的距离呢？我们只需要盯住左侧后镜的下边缘。当我们左侧后镜的下沿和前方墙面的接地缝重合时，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目前这种情况我们的后镜下沿和这个墙面的接地缝下沿重合时，此时我们停车
距离刚好是30公分左右。我们下车看一下。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此时我们停车是不是刚好30公分左右呢？停车刚刚好。那如果说停车时前方不是一面墙，而是一个马路牙子怎么办呢？我们一样啊，盯住左侧后镜的下沿，然后呢慢慢的往前开。当我们后镜的下沿和前方马路牙子的下边缘重合时，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目前这种情况，我们后镜的下沿和马路牙子的下沿重合时，我们此时停车也刚好是30公分。我们下车看一下。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这个距离是不是非常的精准呢？大约就是30公分左右。我们停车刚刚好。往后倒车时也是一样的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像这种倒车入库，我们最后一步即将要入库时，后方是一个马路牙子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一样盯住左侧后镜中的前门把手，然后慢慢往后倒车。好，当后方啊我们的马路牙子，我们的前门把手与后方的马路牙子交叉重合时，就是此时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的前门的门把手和后方这个马路牙交叉重合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此时我们停车也刚好是30公分左右，不会说剐蹭到后方的马路牙子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停车距离是不是刚刚好呢？30公分左右。那如果说往后倒车时后方是一面墙，而不是说马路牙子怎么办呢？我们一样啊，盯住我们左侧后镜中的前门把手，慢慢的往后倒车。当我们前门把手和后方墙面的接地缝重合时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此时这个接地缝和咱们的前门把手交叉重合了，对不对？此时我们停车刚好是30公分左右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朋友们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刚好30公分左右呢？我们不会说剐蹭到后方的墙面。那么以上暴地分享的5点呢，都包含了咱们日常生活中开车常用的一些小技巧。但是啊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，咱们人的身高、体重、坐姿都不一样，所以说看到的点位也许会有所偏差。咱们可以利用暴地分享的方法去实践一下，找到最佳适合你自己的距离，这样你下次开车上路以后就能够有效的避免剐蹭，有效的提升你的车感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说觉得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分享给你身边有车的新手朋友。暴地呢不求点赞，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，少一类事故。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。